好，725的凱道活動之前呢，他們有一個前導片啊，一個這個宣傳片，叫做"由不得你"了哈，一語雙關嘛，由不得你啊，也的確，你怎麼辦？無所逃於天之間，你說我不吃這個油怎麼辦呢？外食啊等等，買很多東西裡面都有啊，你怎麼辦啊？所以呢，被檢舉說是 AI 偽造，因為聲音有點像賴清德的聲音 ，AI 現在它很多聲音都可以學啊哈。那麼製作人叫做韋純佑，還原說呢，那天下午5點鐘開始到凱道嘛，3點多，他爸爸說有2個刑事局的警察到家裡面去拜訪他，哦，然後他因為他不在家，就跟警察通電話，他說這個是風向株式會社團隊製作的，哦，也沒有匿名，哦，講得清楚誰製作，這個大丈夫這個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然後呢，警方就問願不願意把影片下架。他是說，到底誰希望我下架？是你警察要下架，還是你長官要下架，還是賴清德要下架，還是卓榮泰要下架？誰希望我下架？對方沒講，沒講啊。那不過這個製作人也跟警察說，如果總統或院長直接告訴說這個是危害社會的，我就下架。但是你不要用警察動員的方式來處理，總統跟我講啊，或者賴清德公開發表或是責任他公開發表，這個對社會不好，我們就下架那所以呢，這個說賴清德太玻璃心了因為你查我的速度非常快啊，怎麼查毒油的速度這麼慢呢？立刻查到我了所以第一個我見識到的效率不同的效率，第二個呢，說可能造成民眾誤認那說你現在都搞不清楚。毒油已經流了1個月都搞不清楚，怎麼還說誤認什麼呢？另外呢，這件事不是關於我他已經進了誰家的鍋子，不是我的問題，是全民的問題好，那麼講完說這是政治追殺效率，應該拿去查毒油查毒油怎麼那麼快徐巧芯也說，因為講話像賴清德，就恐怕被抓。那萬一有個人講話也像賴清德怎麼辦呢？是不是不行呢國民黨黨團說言論自由不容打壓不可以，就因此呢，刑事局勸下架就下架了。黃國昌主席也說呢，是動用國家機器恐嚇人民然後說不要讓賴清德不高興，讓賴清德高興才可以那刑事局澄清，只是建議下架，也沒強迫。你怎麼能強迫人家下架？你也沒有法律依據啊，建議都有問題，怎麼可以建議呢？說因為聲音像賴清德那民進黨的黨團幹事長說，萊爾校長製作人涉嫌偽造文書公訴，因為呢你是這個查水表之說轉移焦點涉嫌偽造文書那說為什麼要 AI 模仿聲音？是因為呢最終的目的是年底的選舉但我也相信年底選舉各種 AI 各種聲音影像連頭像都會出來的了那實際上呢，馬英九參與也都被惡整過了說賴清德那麼玻璃心嗎？被偽造、被仿冒聲音其實很多了。我們看一下，我叫本田皮，我跟香菸、石棉同一級。謝謝制度，什麼都沒改。謝謝那些人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這旁白聲音聽起來很熟悉，但也是因為做了這支影片，萊爾校長團隊製作人韋純佑的家裡就被刑事警察局敲門關心。藍營說，這叫查水表，質疑遠景，於法無據。政府可以在24小時之內派人來我家按門鈴，卻沒有時間去解決這個毒油的問題，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們在不禁會懷疑說，是不是有某種壓力是希望我們要下架。對此，刑事局強調並沒有強迫下架，只是詢問。但民進黨團副幹事長陳培瑜就說，制作者刻意以非常相近的聲音或影音搭配 AI 技術，讓人誤以為真，可能觸犯偽造文書是公訴罪。據我們的了解，就是這是依照刑法第210條、刑法第216條，還有刑法第220條。如果說現在對於萊爾校長這樣的一個超出不受言論自由保障的行為要縱容的話，任何的一般人民被同樣的方式來加以偽造、變造、傳播的時候，這是哭訴無門。綠營認為這超過言論自由範疇，因此刑事局才在沒有通知書的狀況下敲門確認，並非傳喚到案，後續可能報請北檢偵辦。我們現在台灣變成警察國家了嗎？
如何處理毒油案暫時無解，先被法辦的是一支影片。現在數位時代哦，像這種 AI 的聲為影音的新形態的這種犯罪，確實也是過去大家一直想說要如何去防治的一個重點。那我在當立委的時候，因為之前就是爆發這個小玉 Deepfake 事件，當時我也是被變臉的受害者之一哦，包括小英總統等人。那後來這個小玉呢，就因此被判刑了5年，因為呢，他把我們的臉呢這個複製到這個影片裡面，讓大家信以為真。那今天這個萊爾校長呢，是聲音很像賴總統。剛剛大家聽那個影片，確實會讓很多人可能光聽聲音，他會覺得這真的是賴總統講的話。所以我覺得類似這樣子的影片以假亂真，今天可能是聲音，明天是影像，各式各樣可能會去混淆台灣的這些民眾，造成一種認知作戰的可能性。那如何去防堵，又如何兼顧言論自由，這個也是必須要去拿捏的。例如說，在這個影片裡面，他可能必須注明說這個是 AI 聲偽變造，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讓民眾不至於去誤認說這真的是總統所講的話。那我覺得在這樣子的過程中，就是大家必須要去有一個規範，或是有一個制度出來，不至於去觸法，但是同時又可以去兼顧言論自由。那警方的做法可能會確實造成一個寒蟬效應，因為對民眾來講，我今天做一個影片，他可能惡創，或者是現在的政治哭手確實是蠻多。如果這樣警察就要上門按門鈴的話，那我覺得會讓大家覺得說，是不是我現在只要有一些這個言論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影響，警方就會來找上門。食安重創民進黨，整個賴政府急了。說真的，竟然採取這種綠色恐怖跟警察國家的形態，在1天之內，你查了4月4號到現在，這個毒油已經到108天，結果你通通都沒有找出真相，你只說你3個把關通通出包，結果呢，人家上架本片皮介紹致癌油有可能對我們身體危害的食安內容，結果不到24個小時，偽純柚他的門被敲。我跟趙大哥報告，基本上這個風向株式會社做由不得你，我有參與制作。那這個由不得你的制作人也是之前萊爾校長的制作人偽純柚，他爸爸在家敲門完之後的15分鐘內，偽純柚打給我，他說拜託你幫我了解一下。這是什麼樣？誰派來的？因為他問那個員警，那員警說他不曉得為什麼被派來，他也不曉得要定什麼罪，就直接敲他爸爸的門。就他爸爸很恐慌，說我的兒子在外面怎麼了？竟然要現在有警方到我們家裡來。結果我馬上打給該轄區的警察局局長，全市的警察局長，確認這一件事情是由刑事警察局直接交辦給偵查隊，在最快的速度直接到他家，直接敲門鈴。所以這跳過所有地方的指揮體系，就是要針對鎖定，因為這個賴總統，因為這個萊爾校長，因為感受他好像整個民進黨感覺食安被重創，所以就要鎖定一個影音的發布者。說真的，今天中午我跟這個偽純柚跟我們的律師一起開了一個會。他叫我一定要講一件事情哦，這一次的由不得你，基本上就是過去南方公園的這個萊爾校長的系列的延伸版嘛。他的系列大家都知道，最後一個不是吃飯，然後那個電視上面是萊爾校長嗎？大家都耳熟能詳。結果呢，今天早上怎麼樣？刑事局的局長說啊，之前的萊爾校長影片沒問題啊，沒有違反任何法令啊。那如果今天由不得你是萊爾校長宇宙的系列，為什麼今天就出問題？是不是因為食安重創了你？然後呢，竟然警戒不具名，直接民進黨這個放話給媒體說沒有啦，之前南方公園戲謔哦，喜感哦，大家分得出那不是賴總統啦。這一次音色跟音調語速我們覺得比較像賴總統由不得你的開頭第一句就說他是本片皮。他就告訴你他是本片皮，他不是賴總統了。請問有什麼好誤解，有什麼好誤認的？然後呢，就告訴你整個內容都是食安健康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今天你要講詐欺罪，他沒有詐欺；你要講加重誹謗，他也不符合加重誹謗；你要說偽造文書，他也沒有複製，他也沒有變造，他是 AI 生成。你要說他是選爸爸，這跟選舉無關，這是食安。你要說他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這也無關，因為這是食安。唯一一條有可能
檢舉人跟下令搜查的只有一個可能性，叫做賴總統直接打給劉世芳，就劉世芳叫刑事警察局直接查辦，因為只有刑法309條公然侮辱罪，賴總統覺得那就是本偏僻，就是他，只有這個可能性。我必須做一個結論哦，如果今天哦，偽純佑敢在這幾個月內，你刑事警察局敢去壓他，官逼民反，欺人太甚，我覺得全民都會跟你賴政府沒完沒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现在呢，毒駕很嚴重啊，原來是酒駕，警察就抓酒駕，哦，其實我一想蠻危險的，叫你窗子搖下來，警察頭就伸進來，在那個冷氣旁聞，哦，等等哈，我說這很危險的，真的危險。那現在抓毒駕，說今年比去年哦多了很多很多，其實不是比去年多很多，而是去年沒抓，前年沒抓，現在開始抓了，開始抓還發覺有這麼多，哦，那這個現在搞的，因為他。他查唾液就可以，一查出陽性，車子要扣。那這一扣要扣2年，哦，那所以呢，拖吊場就滿了，很多路邊停車格也都滿了這個車。哦，你真的想車還不見得停得到，所以呢，被扣的車增加很多，不是只有汽車，摩托車也很多，哦，所以他現在是說，警察通知你，如果通知你，哦，你不來，3個月就可以拍賣。那現在呢？希望立法院修法改成1個月，通知你1個月不來，我就把它拍賣了。好，因為很多車主想毒駕，哦，這個扣2年之內不能開那個車，哦，而且呢還要找地方放那個車，停車費啊等等啊，包括車子的折舊什麼，很多人算划不來就算了啊。那尤其摩托車，我想很多人大家想算了，所以呢塞爆了這個毒駕車，所以決策都是沒想到這個問題，哦。那很多時候都這樣啊，就說1到6月，今年比去年增加，台北市增加60%，新北增加655%，哦，桃園增加389%，台中51%，台南114%，高雄79%。一方面是現在抓的比較勤，一方面是以前的那個基數比較低。一定都有，而且呢，保管廠都飽和了，台北市95%都飽和，新北90%，台南82%，高雄78%，台中77%，桃園46%都滿了，哦，所以呢，查獲毒駕扣牌2年，通知領回3個月，不領就去拍賣，哦，現在希望改成1個月。那很多民間團體，我最近聽怎麼又上凱道呢？說民間團體發起，今天去拜會國民黨的這個黨團，哦，這個民間團體呢，他們。很多，而且佛教、基督教還都有哦。另外的一些民間團體，他們是希望能夠拒絕毒駕、拒絕酒駕哦，希望警察能夠站出來哦，希望能夠為人民發聲哦。那另外呢，蔣萬安被講說，這個他們開了10次的這個有關這個防毒的會議，蔣萬安都沒去，蔣萬安就很生氣，說10次什麼10次，或每一次都親自去主持。每一次都會對毒品防治進行討論，怎麼說我一次都沒去呢？這差得太遠了哦。那另外呢，這個所以這些民間團體說禮拜6要上，8月1號要上街頭去反毒駕、反酒駕。那民進黨發言人吳崢說：“你們這些藍白立委應該回到國會就事論事，老是上街頭幹嘛？”我們看一下。在上凱道，民團發起拒絕毒酒駕、治安要警察，繼725剛落幕的護食安行動，國民黨團81再跟上。這次活動純粹是由我們生命權平等協會跟中華人權協會發起的公民團體的很簡單的訴求，就是警察的人權，還有生命權，還有被害人的訴訟權。8月1號。請你們來凱道。民團邀請周六下午2點凱道集結，為犯罪被害人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發聲。今日國民黨團提出反廢死和鞭刑入法等公投提案進赴2讀，民團也表達支持。8月1號上凱道，沒有任何政黨色彩，只要你認同台灣是需要正義的地方，只要你認同我們要一起挺警察，只要你認同拒絕毒酒駕。
國民黨團號召再上街，難道是想乘勝追擊，複製725大場面？只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否出席還沒表明，就先遭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玉萌質疑10次獨防會議都缺席，這不是事實。那另一方面，我自己每一次親自主持的治安匯報，也都一定會專案針對毒品防治來進行討論，以及深入的研究，以及督導各項的防治作為進度。另外，包括我自己親自主持的檔案匯報，也在近期針對毒駕的事情進行各項的深入討論。佩翔。來，應該是這樣講。今天的記者會主要是國民黨黨團響應，那可是主辦權還是在民團，而且哪些民团？好多個。我記得有3個民团，然後一個民团是好像是生命，我记得叫生命權平等協會，然後另外2個我可能要查一下。還有一個宗教，記得叫一個佛教，還都有。對，不過最重要是裡面在我旁邊這一位，在我旁邊在我左手，在我右手邊這一位，沒有在我右手邊這位，這位是被毒駕撞死的所長的爸爸。他在講的時候眼眶已經要泛淚了。那我們不敢讓他多講。老實說，我們現在治安問題很大，不是只有食安出問題，不是只有能源安全出問題，治安出問題，这治安也出很大問題。我剛剛看到最新的新聞寫說，5月份因為毒駕而致死的人高達9位。1到5光只有5月，1到4月只有17位，如果記得資料沒錯的話，所以毒駕事件不知道6月7月到底還有多少件，希望我們期待不要太高，因為這是件很慘的事情。那毒駕這個事情，一方面毒駕需要真的需要重罰，另外一方面警察其實有蠻危險的。我舉一個例子，有就是這一個725當天早上，我很早就在台北。那我在台北的時候剛好看到有人在看毒駕酒駕，那就只有2個警察，想一想，旁邊都沒有人幫忙保護，就一個警察旁邊做筆錄，另外一個警察投參進去裡面，那其實是很危險的事情。如果遇到毒駕者忽然狂性大發，那警察是不是又另外一個警察的生命受到威脅？所以我認為說，這次的活動，如果你是認同毒駕應該要重罰，如果你是認同說警察，尤其基層的員警需要受到保護，那歡迎一起上凱道。國民黨團在這邊不會特地去發動任何動員，但是我們會歡迎大家一起去，因為這是我們的理念。我們期待治安變更好，可是治安變更好不能只靠空洞的口號而已。那我目前來講，我知道黨團是沒有要特地去動員群眾去過這件事情，但是黨團會不會有人去支持？我相信會有人去支持。永平，毒駕的事情哦，其實如果沒有毒油，我相信毒駕的事情確實是現在民眾憤怒頂點的第1名。但是當然，因為毒油它更普遍嘛，你每個人都被迫得吃到，所以如果說真要講什麼轉移焦點，確實毒油轉移了大家對毒駕憤怒的一個焦點。可是毒駕的問題呢，也真的在這個幾個月升高的很多。那這裡頭還發生了就是員警犧牲啊，或者是一些很慘痛。我們看到那個莫名其妙，他只不過走個路就遭到毒駕或者在路邊就致死的這個案例，真的都是非常的傷心。那現在呢，馬上出現這麼多所謂這個拖吊場通通都爆滿，各方面呢，真的是因為大家抓的積極很多，否則的話，光新北市它怎麼可能成長了這個好幾百倍、近1000倍，對不對？你這個就表示說，並不是過去沒有毒駕，只是說過去可能抓的沒有像現在變成全民憤怒的一個關注點，所以警方的勤務也因此加重了。可是你因此再怎麼加重，你如果配套的資源沒有出來，然後呢，你同步的對毒品的管制不能夠跟上時間。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次對毒油的憤怒，跟對民進黨政府無能沒有好好管制這個毒駕這些問題呢，其實它的體系非常的厲害相似。
因為你看看毒品導致人腦袋不清楚跑去駕車產生事故，可是你的根源是你不能吸食毒品嘛？結果沒有想到，現在毒品也推陳出新啊，有很多化學的合成的毒品都一直出現新的，一直出现新的。結果我們的毒品的標示，以及呢，當我們的員警檢調，他去查獲的時候，甚至第一線的員警破獲了毒品的時候，他竟然發現沒有列在我們的毒品範圍裡面。所以呢，這個事情活生生的發生在今年的1月份，而也被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提到立法院去質詢。所以你這些部分都說明，你若連毒品跟上世界的腳步都來不及，然後你都不趕快把它放到你的資料庫去，不讓你的執法者可以很快的跟上時代，那你就會跟這次毒油的問題一樣，大家就會很質疑說，那你的這些公務人員相關的機制什麼的，好像都崩潰了。當整個社會啊，整個執政黨只重視去搞政治的時候，真的大家民生的事情全部到處都是洞，螺絲鬆滿地。那我覺得這一次毒駕的事件也會引發社會高度的重視跟很大的憤怒。我剛剛查了一下資料現在警政署統計了，警政署4大毒駕的這個毒品，第一個是安非他命，第二個是 K 他命，第三是依托米酯，叫做喪屍煙彈，占了將近20%，海洛因、鴉片，那個喪屍米酯，這人美國現在很多吃了以後就人就折半這樣我上個禮拜5錄完影出去那我又趕這個，因為禮拜5交通很堵嘛，那我本來跟一個眼鏡行約好6點以前要去，結果我就出去到堤頂大道的時候，轉彎突然一個車就衝過來，一個休旅車衝過來，還好我反應快，否則就撞。今天搞不好你們就看不到我了，好大力的過來，好大力過來然後我就很氣啊，我就追着那個車，我按他喇叭，然後呢他旁邊剛好紅燈，我把窗子搖下來，一個年輕人20幾歲。染着一頭金髮，我就說他一看我，他知道他錯，他開始很客氣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我對不起，還有衣服都很一直講對不起，我說你這很危險了，突然想到說他幹嘛這樣開，已經超乎一般的常人的狀態了，我就問他，我說你有沒有毒駕？馬上變臉整個像變了一個人一樣，我哪有毒駕？我沒有毒駕你現在找警察來，我們下車來驗我，顯然是有問題的。你沒有就說沒有就是，我也沒有說你一定，我說我只是問一下你有沒有，就變成這樣子所以因為我剛講，我因為6點以前約好到眼鏡行去，而且那邊很堵，那時候禮拜5晚上，如果真的叫警察來，整個交通大亂就算了。但是我就想，我在判斷那個起碼1半以上就有毒駕，才會一聽到毒駕後反應這麼強烈。原來開始都很客氣對不起啊，當然那個樣子是怪怪，但是至少他知道他錯了。一聽到毒駕，立刻完全變了180度一個人，完全不像一個正常人。休息一下再回来。2028總統大選藍白會不會合？那國民黨的代表提案說呢，如果要合，2個候選人在2黨在兩岸國防外交理念需要很近似說差太遠也不行那柯文哲說為什麼一定是國民黨總統民眾黨副總統？搞不好我們有更強的總統候選人呢如果2黨有爭議，可以寫在協議書上該怎麼解決很多國外的政黨合作組成聯合內閣，其實理念差很遠的，但是呢，就是求同存異嘛那另外呢，這個鄭麗文說呢，民進黨每天都放話，柯文哲說什麼就想挑撥我們藍跟白的挑撥離間，挑撥我們的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就是說這個因為就鄭麗文參加大雲什麼食堂李四端那個節目了，被問到你2028會不會選總統，類似這樣，那鄭麗文說，包括盧秀燕、韓國瑜、
蔣萬安以及我們都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自我設限排除。就是說，為什麼我要說我不選？我沒有說我不選啊。同樣的，盧秀燕、蔣萬安、韓國瑜，他們也沒有說他們不選啊，他們也不需要排除啊。反正2028到時候看嘛，誰適合誰就選嘛。哦，所以呢，要誰能勝選最重要，所以要保留所有的可能性，不自我設限，也不自我排除。哦，那蔣萬安說，五指之外一片黑暗。哦，因為日本呢，这邊有一個政治家說，政治是1寸之後就是黑暗，你根本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因為變數太多，所以充滿變數。哦，所以呢，這個不管外面是不是說我有政治企圖，甚至延伸到2028，然後這是刻意操作的議題，在分化社會、製造矛盾、偏離實安。我沒有思考到2028總統，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施政，而且五指之後到底是怎麼樣，誰也不知道啊。哦，那另外呢，鄭麗文跟盧秀燕昨天到花蓮力挺游淑珍啊，選縣長了啊。哦，那另外呢，這個說這個西岸有盧秀燕，東岸有游淑珍啊，這是鄭藍軍交棒啊，因為市長的任期都到了啊，花蓮縣長任期也到，台中市長任期也到了。那今天鄭麗文參加國民黨中評會，他說呢，以前國民黨都是羊，現在都變獅子了，所以呢要走入地方。我們看一下。柯文哲親發競選口罩，背後還有黃國昌、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民眾黨大頭們幫4名議員參選人掃街拼曝光，誠意滿滿。要拼議員全壘打，基隆又是藍白合示範縣市，民眾黨有底氣，但過了2026、2028要談藍白合前，恐怕又得三思。藍營黨代表提案共推正副總統候選人前，兩岸立場必須一致，這也是測試民眾黨態度。畢竟前後任黨主席柯文哲自稱出身墨綠，黃國昌太陽花時期親綠，也有部分獨派人士支持。即便現在綠白反目成仇，藍白合勢在必行，但要在兩岸意識形態上統一，能接受嗎？台灣自主、兩岸和平，台灣民眾黨在各個政策上面，都還是遵循的這項原則啊。對於有爭議的問題，雙方要怎麼的立場是怎樣？所以政黨協議書一定會把這些一樣越來越列越清楚啊。有問題以後再說，但柯文哲的一句話又埋伏筆。你怎麼知道我們只有副總統候選人？說不定台民眾黨還有更強的總統候選人呢。這態度似乎不願被藍營牽着鼻子走。國民黨昨天在花蓮舉辦大型造勢活動，黨主席鄭麗文、黨團總召傅崑萁、台中市長盧秀燕，還有花蓮縣長徐榛蔚以及多名的國民黨立委都全數到場，力挺黨提名的吉安鄉長游淑珍。針對花蓮縣長選舉泛藍陷入分裂，也喊話台下的支持者要投給正藍軍出身的游淑珍，因為他才是國民黨唯一支持的縣長人選，他才是我們正藍軍國民黨唯一支持、全力支持的縣長候選人，對不对？对，对不对？对，對不對？對，我們一定要團結。團結才有力量。由於這一次的花蓮縣長選舉，除了國民黨提名的游淑珍之外，還有同樣有藍營背景的魏嘉賢，還有張俊投入選戰，泛藍陣營出現分裂的態勢。因此，國民黨也借由黨主席、還有地方首長以及黨籍的立委大陣仗合體站台，希望展現團結氣勢。來，正涵。其實我覺得我很肯定鄭麗文主席他講的一段話哦，他說呢，看到很多綠媒整天在見縫插針，每一次柯文哲講了什麼話，就開始不停的做文章，然後來炒作。其實這樣的很多說法呢，一來呢會制造很多人對於民眾黨的誤解哦，在這個見縫插針的過程當中，認為說，哎，這個藍白合是不是有所謂的變數？那另外一個呢，就是讓很多希望再也能夠合作的選民也感到心情有點恐懼，就是會有一些擔心。但是呢，這個鄭麗文主席是說，不要每天就是跨節呀就誰節干，然後這些見縫插針想要分化的事情呢，其實呢都想太多了。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的合作呢，我覺得是相當緊密的，但是呢，同時我們也保持着一個非常開放的一個態度。
因為從現在到2028，真的還有太長的時間。我們先聚焦在2026。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個縣市，不管是像宜蘭啊，或者是這個新竹縣，甚至是像高雄市，國民黨跟民眾黨合作起來，都未必能夠勝選哦。那我們接下來再放眼2028，接下來要什麼樣的組合才是最強的組合？這些事情，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開放一點的態度來觀看。那麼另外呢，我想要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實民眾党跟國民黨很多的人有志之士都很清楚，現在民進黨已經是一個失德失能，而且呢失去民心跟過去理想的一個政黨。我們從剛剛提到的那個小編的事件，查小編比查毒油還查得更快。然後呢，警察國家現在已經是幾乎是復辟了，這個威權復辟的狀況，竟然在這個刑訴法沒有准許的狀況之下，沒有證據，刑事警察可以上門來敲門，然後呢威脅人家、恐嚇人家。他第一個傳遞什麼訊息？我知道你在哪裡。我找到你了，那你要小心哦，你要不要下架？因為昨天那個徐巧芯委員他說了很多次，他說，這個警察上門的時候呢，也不說他們要幹嘛，就一直在問說你們要不要把這個影片下架？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恐怖、深層的恐懼。我還記得在大概2-3年前吧，有一部非常非常紅的電影叫做《返校》，當時呢，這個電影其實就是故意呢，在應該不能說故意，應該是說借由這個過去的歷史事件去說這個白色恐怖、幽靈復辟。很多的國家機器的介入，會讓人民陷入集體失語的恐懼當中，因為你被監視了，老大哥在監視你。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狀況，不管是你基於言論自由，基於公眾事務的討論，基於對於人民食安的關心去製作出來的這個影片，竟然可以無限上綱，然後呢，由這個刑事警察不分青紅皂白的到你家來查水表。這件事情，我們要時時提醒大家，如果說國民黨跟民眾黨沒有一個共識，我們現在必須要集體的守護台灣的自由跟民主的話，這個立場不站穩的話，未來很多的機會都會被民進黨見縫插針。來，丁濤。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台灣民眾党他自己身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有很多的立場，也很多的想法。那過去一段時間，在黃國昌主席帶領下，立法院通過了很多福國利民的法案。其實某種程度跟民進黨、跟賴政府、跟賴爾校長對坐，也符合很多的小草一貫反綠的這種態勢。那其實你看到這幾天啊，包括昨天晚上我去參加那個大罷免大失敗的這個週年慶，晚上呢在台北市議會加開一個直播場。誰來了？誰特別嘉賓？黃國昌主席。那我們跟他握手，也邀請他跟我們一起直播。然後他從基隆啊這個助選趕過來，我覺得大家都是很肯定過去在大罷免一路走到立法院這些藍白合作的內容。那另外一個呢，包括像李四川市長跟這個蔣萬安市長還跑到這個新莊，我的好朋友陳世軒去幫他助選，還去打那個就玩水。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藍白最好的氣氛嘛。那我覺得這個氣氛呢，很希望從2026的今天延續到2028，為什麼？因為2024年當時候沒有成功，其實我覺得柯主席心中也感受很深，因為他被賴總統追殺嘛。他被賴總統用司法當成武器，做一個不等比例的這種對待，我覺得他心中最有感。所以我認為呢，藍白合一路走到2028，在野的合作一定是最符合這個在野最大的一個利益。但我必須講哦，因為其實柯主席他在這個訪問的過程中有很多的立場，包括他說可以合作、可以競爭、可以對抗。那當然以這個台灣民眾黨自己的主體性，你可以理解他會講出這些事情來講。但是我們必須說，2028年啊，要最強啊，還真的需要真實的民調來還原誰是最強，一起把在野的力量團結起來，對抗萬惡的民進黨。徐校長回來。羅廷瑋教育委員會召集委員呢，變更他的會議議程。所以呢，這個原來呢是安排要前往雲林考察學校教育，但是呢，今天為了這個變成審查教育部的學校供餐法草案營養午餐的這種供餐那教育部長說配合議程，所以調整行程，所以這被認為說是突襲國民黨突襲改審重大法案。他主要呢宣布退回重訂校事會議，所以羅廷瑋喊說成功搶救教育因為這個校事的這個會議是在現在學校裡面引起很大的這個不同的意見
那因為藍白在教育委員會有優勢，所以把這個校事會議退回。那要重新這個檢視修法。民進黨立委呢人數不足，退席抗議。吳沛憶、郭玉琴、吳麗華、陳秀寶發言說，他們同意制度要改變，但是應該充分討論，要求召委讓教育部再說明。哦，那後來表決6-0啊，所以呢，范雲是說呢，教育委員會通常都過去4年只表決1次，這次呢，短短的一個會議呢，表決2次，所以沒辦法接受哦，所以是開創了惡例啊。不過在任何會議了，就討論不成就是表決嘛，那你有什麼辦法呢？那羅廷瑋是說，退回辦法並不是反對改革，就讓你重新把辦法研擬出來嘛。那你在研擬辦法出來之後，你也可以再召開公聽會啊，也可以這個朝野協商，其實都可以的哦。你然後大家博采周知哦，然後呢能夠讓這個意見更加的多元化以後再提出來。那鄭英耀說呢，退回相關辦法非常遺憾哦。那主要呢說新的辦法就是用來解決過去濫訴啦、不具名投訴等對老師權益的傷害哦。那另外呢，陽明跟交大呢有個教評會，說為什麼請中國的學者呢？哦，那有2個，郭良文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的教授；另外呢，這個魏然教授，香港浸信會大學傳播學院的副院長。那陽明大學的讓教育部長說是有瑕疵，但陽明大學的解釋是說，因为根據辦法必須要有一定的教授的組成，他沒有那麼多教授，教授生得很不容易的，你拿到博士也當助教授，跟好多年論文考評搞半天的副教授，弄了個半天才能升教授哦。所以呢，我看了這個名單啊，譬如說林淑芬啊，這個是教授，但是李俊德就是副教授，還當所長，傳播研究所的所長哦，等等哈。那這個陳庭生也是副教授，傳播研究所。吳泰也是副教授，換句話說，這個可能這個所不是很新的所，教授人數不足。那他為了讓會議能夠進行，而且他說我討論的議題根本不是什麼政治敏感性的議題嘛，那又怎樣呢？有什麼不行呢？我們看一下。停止討論了。現在羅廷瑋等人提案，請問我們現場委員同意羅廷瑋提案的，請舉手。教育委員會才開會不到1小時，表決階段，民進黨團立委就氣到走人。根本不是我們委員會，你都沒有參與討論，你不要亂講。大家都可以參與，根本就不了解之前討論的過程。我們也贊成，我們也認為校事會議應該要有適當的修改，但舉手。因為教文委員會原先這天排定在雲林考察，上周五召委羅廷瑋改變議程，變成要審校事會議相關修法跟學校公參法。儘管民進黨團臨時夾動應戰，但面對藍白突襲，因為部分綠委人在美國，表決上人數仍不佔優勢。羅廷瑋召委在這個會期的立法院，已經多次在主持議事的時候，都有很重大的程序上面的瑕疵。民進黨所有的委員強力的要拖延校事會議的改革，校事會議改革能夠往前走，還真要感謝薪水小偷吳思瑤、陳培宇。不過原先教育部長鄭英耀傳出又請假，但召委羅廷瑋不准假，並經鄭英耀曾遭質疑請假輔選，這回似乎只好赴立院解釋。我原來既定的今天早上當然有部裡邊的一個會議總統接見這一個全國第66屆的科展的這些金牌選手，陪同我們這些學生。只是陽明交通大學教評會爆出，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及現任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竟擔任陽明交大傳播所教評會委員跟主席，主控我國頂尖大學教師人事審議。如今教育部已啟動調查。真的有瑕疵的，他應該這一個改善。那高教師已經在做全面的一個了解。教育現場若成國安漏洞，相關單位螺絲當然得拴緊些。到底怎麼回事啊？佩翔，你說今天的教育委員會嗎？其實有關校事會議這個事情已經存在很久了。那每次要表決的時候，如果因為民進黨的召委不想排校事會議，有關校事會議的問題，那羅廷瑋就是我們本黨當召委的時候，因為剛好少一個人，所以每次表決都不過。那這個事情其實應該要盡快解決，就是說現在的這個校事會議其實有很糟糕的狀況，就是他沒有錯，他可能解決了說匿名檢舉，但是疊床架屋在上面又設了一層檢查委員會，變成是說我所知道的狀況是
如果老師被檢舉之後，那他還是要去走一樣的行政流程，一樣的事情，然後還是一樣的困擾，一樣的讓他覺得对这個工作不想做。所以，我們現在老師的留職率其實可能比當兵還糟糕。比如說，老師願意去做老師的人願意越來越少了，待遇不夠的情況之下，做老師的人越來越少的話，那這個最主要的原因。不只是因為說現在整個大家對教育的期待，然後還有另外最主要這個校事會議，所以今天小羅，就是羅廷瑋召委，他願意來排這校事會議，表示說我們遲早要面對。與其說一天到晚就是說把它放在後面，留給下一個會期，再下一個會期，那如果再這樣下去，最後面倒霉的是學生的受教權。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小羅他願意去做這件事。當然說拯救教育這個是比較誇張一點的講法，我也必須承認。但是勇於解決這一個懲惡，尤其是這個校事會議，對於整個老師的心理的負擔很大。那我們一過之後，馬上他們當然這個側翼網軍就開始在寫怎麼樣說退回什麼有的沒有的。跟大家報告，校事會議今天如果再不討論的話，真的老師他們的壓力真的會太大。最後面我們不是只有會有少子化，也還會有少師化，因為老師不願意再教學生。刘平，羅廷瑋這次做召委他在上個禮拜五呢臨時才變更議程，本來今天的這個教育委員會是要去雲林考察，那他變更這個議程對不對呢？雖然說時間很緊迫，他是星期五才決定的，很多委員特別是民進黨立委很抱怨，可是我認為這個是對的。你想想看，民怨如此之深，結果呢？大遊行後的第一天，立法院的委員跑出去考察，沒有好好的在立法院守護，其實民眾是會不滿的。那他把這個今天改成臨時審議法案呢，他本來其實也是有呼應現在民眾關切，一個就是解決老師被濫訴問題的校事會議法，另外一個他本來今天下午排的是學校供餐法。學校供餐法在講什麼？就是營養午餐，現在不是營養午餐也通通都中標這些致癌油嗎？那馬上9月要開學了，那到底該怎麼辦？立法院應該趕快就營養午餐的處理方式呢，能夠定出更好的法案。所以羅廷瑋原先的出發點，我覺得是 OK 的，只是校事會議法呢。說到這個還要講那個教育部長魏英耀，他本來又打算要請假，鄭英耀又打算要請假，結果呢又打算要請假，那立委很生氣，就跟他說不能請假，他才去立法院的。所以這件事情也是要讓大家看出來說，教育部有沒有對於關鍵的法案一直採取拖延的態度。那最重要的校事會議法，不能讓老師呢被不當投訴之後，他還要自證清白。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在這裡。確實，校事會議的問題就是很多老師真的不堪其擾。那現在就是希望說能夠減少這個所謂匿名檢舉，因為過去呢匿名檢舉也不用舉證，然後老師還要自己寫報告，然後自己去說明，這對老師來講根本是一種羞辱。所以我們就希望說，透過這一次的修法，能夠改革校事會議的過去的問題，然後從現在的82%濫訴變成22%，這個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一天不改，這些老師就會一天受到壓迫。我們全家都是老師哈，姐姐是現役的這個國中的理化老師，其實壓力很大。其實校事會有問過我們桃園所有的高中跟國中的校長，其實真的要檢討為什麼？因為現在有人檢討的這個有人案件進來，然後呢教育局或教育部的案件就直接發到學校，學校發到校長，校長一定處理，而且當然委員又是這個老師的同事，然後老師就要被公審，然後呢同事